今天这个视频哈，大家看到结尾不知道作何感想。在七夕的那一天哈，两个相亲刚刚认识不久的男女出去约会嘛，然后呢，这个也算是他们两个的第二次见面，男生就请女生吃饭，饭店呢是女生选的，人均消费1000以上。然后他们又去看了一场电影，男生一直陪在身边，连手都没有敢碰他一下。出了电影院之后哈，女生又提出来一个要求，想去附近的 SKP 啊逛一逛当活动活动。结果呢，他们两个就上下几层哈溜了1-2圈，这个女生呢就七七八八的哈买了一堆东西嘛，首饰啦、衣服啦、化妆品啊，总共花了好几千，男生都给她付了。其实他们那天聊得还不错哈，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男生送她回家，就问她，觉得自己怎么样嘛哈，咱们有没有必要继续往前交往啊？结果这个时候没有想到女生这么说，我对你印象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印象归印象，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所以我觉得你人挺好的，但是可能不是我的菜，咱们并不是很合适。男生心里就凉了哈，立马就恢复了理智。他停了1分钟，说，那以后咱俩是不是就不用见面了呢？女孩说，那我们以后可以做朋友呀。结果这个男生就说那朋友之间是不是就该明算账比较好呀？今天呢，吃饭看电影这些钱都算了，算我请你的。你在商场买的这几千块钱的东西，那现在可不可以把钱转给我呢？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做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查户口式的相亲呢？这个是非常多的女生比较容易犯的一个毛病。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亲的时候绝对不能聊的一些话题。第一别上来就查户口别一坐下来就问对方你的工资你的收入房子车子存款是什么情况这些话题非常容易让别人觉得你很俗气很物质，聊天气氛肯定会变得很尴尬的。相亲它不是在审讯你又不是警察，他也不是犯人，尽量的让聊天的话题轻松一点，可以聊一聊兴趣爱好、旅行的经历这样大家就能放松下来，更容易找到共同点嘛。第二点，不要去打听对方谈过几次恋爱呀，什么原因分手的呀如果是离婚的，也别总去问人家，那你跟前妻还联不联系你们的孩子都怎么安排的呀？你问这种问题真的感觉特别没劲。对方也许他根本就不想提这些事情，那你不是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吗？对吗？第三点，也不要提起你的前任和一些过往。就算我们是非常诚实的人，那在这个时候呢，也不要跟对方去提你的前任什么你们同居了多久呀，你们经历了一些什么事儿前任多坏呀，这一类的话题这一类的东西一定要留到你们熟悉了之后，你再去跟他聊否则的话，对方不但可能不会接受你的这段经历还很容易对你彻底的下头，连下一次约会都不会有想法了那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切记不要在相亲的时候不停的回信息、接电话之类的，你会给人一种不被尊重不认真的感觉，这样的相亲成不了的相亲是一次了解对方的机会，对吧？那你在尽可能的去展示自己的同时呢，也要多给对方一些表现的机会。关注我每天都给你们分享很多的实用小技巧。姑娘们相亲的时候有没有踩过这些雷区今天我给大家总结几个相亲中的大雷区，千万别踩。首先避免自降身价，不要着急展示自己有多能干呀，多懂事你不是来找工作的，而是来找伴侣的，对吧？相亲讲究的是平等互换的价值，过度的谦让只会让你显得很廉价。第二点，别把前任总挂在嘴边，无论条件有多好，曾经你们多相爱，都已经是过去式了。提起前任只会让对方认为你还没有放下，这绝对是很劲爆的减分点第三个呢，相亲的时候别着急问对方的财务状况家庭情况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很实际的，你觉得是必须在一开始就要问清楚的，但是这些话题可能会让对方非常的反感你，觉得你很物质咱们可以通过多次的聊天约会去逐渐的了解对方的背景，而不是一上来就开始盘问他，你只会把这个天聊死，把这个亲相死第四点呢，不要过于的依赖化妆品，你自然一点，美妆固然重要，但赤裸裸的依赖化妆品遮盖自己的一些真面目，到头来见光了不也会分分钟死掉吗？对吗？最后一点非常重要，
不要一上来啊就打探人家的一些私事儿。刚认识的人对隐私还是要尊重的，慢慢的了解比直接的询问容易建立信任和舒适感。比如前任分手的原因啊，这真的是个大雷区啊。下次相亲记得绕开这些话题哦。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可以到评论区告诉我，关注一下哦。下期分享更多相亲小技巧。我不缺女孩子，我只是缺一个可以娶回家的女孩子。我这里有一个南方男孩，94年的哈，180的个子，长得很儒雅，家里做生意，比较传统的家庭。他呢也算是富二代一枚，在北京呢有房有车，经济条件也很好，他自己也开着一家公司哈，自己在经营。他这样的条件可以说应该不缺女孩子的呀。但是呢，他跟我说，我不是缺女孩子，我是缺一个可以真正娶回家做老婆的女孩子。大家来看看他的择偶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第一，这个姑娘不一定非得大美女，虽然他能找到大美女，但是他说发现在大城市的美女啊，多多少少哈都有点太现实了，说俗气一点，就是有点捞嘛。他虽然不缺钱，但是他也不希望一个女人是冲他的钱来的，多没意思呢。冲自己的钱来，那以后也会冲自己的钱而去，所以还是不想找那样的啊，希望对方的长相中上水平就可以了。第二点，这个姑娘最重要的点啊是性格好，她喜欢活泼一点的，性格随和一点的，两个人能玩到一起，也能聊到一起。其实呢，她自己是比较宅的哈，比较希望对方能够带动一点，她呢是很乐意去配合的。第三点，学历方面最好呢也是留过学的，因为她自己也留过学啊，这样就比较有共同语言嘛。第四点哈，不能有同居史，有同居史的接受起来真的很困难。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啊，也有自己的过往，我也尊重别人的过去，并不是对这个有什么偏见，因为我自己没有，所以我也不太能接受对方有。第四点，不喜欢工作太忙的姑娘，以后结婚了也照顾不了家庭，两个人都忙忙碌碌的，那也就没有家庭的氛围了。第五点，他比较喜欢小孩，以后肯定是要生2个以上孩子的，只要对方愿意，又能满足这几个条件的话，他会非常认真的交往的，希望能够在半年内就确定关系，1年之内啊就可以结婚。大家觉得他的要求合理吗？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呢。你知道吗？在北京和上海的有钱人，他们的择偶都有什么不同吗？这2座超一线城市的相亲市场简直完全不一样。说白了哈，北京是女生相亲的激烈战场，而上海则是女生追求爱情的地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些城市，白富美的数量都远远超过高富帅好多倍。我们先说北京，这里的男生啊，在漂亮的女生当中更青睐那些体制内高学历和有京沪的女生，因为这些东西它意味着资源嘛。而在北方男生的眼中啊，只要你有1-2个特别突出的优点就可以啦。比如说你比我小10岁啊，年轻漂亮，又是名校毕业，性格还不错，那就 OK 啦。但是在上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上海的人呢，择偶标准呢更严格，他们讲究各个维度都要均衡。如果我有1个亿，那你也得有1个亿，我们互相都不占便宜。比如一个女生名校毕业，年轻漂亮，可家境一般，她在北京可能还能找到一个条件不错的男朋友，但是在上海几乎没戏，大概率她是进不了豪门的。所以说同样是择偶，京沪两地可真的是大不同。你们怎么看呢？欢迎到评论区讨论一下。姑娘们找对象的时候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你讨厌烟味儿，你却偏偏给自己找了个老烟枪，然后你指望他戒烟。你喜欢有人陪伴你，结果偏偏找了一个总爱跑出去浪的男友，你还强迫他多陪陪你。你想要过上很富裕的生活，却偏偏跟一个一点上进心都没有的人在一起了很久，你还希望他能突飞猛进。你渴望安全感，你总想着这个花心的人能不能突然对你啊非常的专一。真相是什么呢？烂泥啊它是扶不上墙的，朽木它是雕琢不出来的，没用。你不断的努力去改变别人，但结果呢，你搞得很累，他也很烦。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啊，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个选择，而不是去改造别人啊，要接受现实。咱们只做筛选，不做教育，只做选择，不做改变， OK 吗？来点赞关注我哈，每天分享相亲小妙招给你哦。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呢？什么才算是健康的恋爱观呢？我在北京做了10几年的红娘了，
我发现很多的人啊，不仅仅是相亲他没有结果，就算给他介绍很多合适的对象，他也不会相处。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经典的恋爱观啊，其实我们不需要天天黏在一起，也没有必要时时刻刻用聊天来维持感情。我希望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呢，彼此都专注各自的事情，当我们闲下来的时候，心里都装着彼此就好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互相牵挂，真诚相待，自觉地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哪怕没有初次见面的那种新鲜感了也愿意为这段感情而去努力。如果有什么不满就开诚布公地说出来呗，及时的解决问题，而不是憋在心里，直到忍无可忍了才爆发。我可以不懂爱，但我知道我时常会想起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想与你去分享。你回消息的时候呢，我很开心，你忙的时候呢，我也能理解你。只要你忙完以后呢，再联系我就好了呀。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不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而是我一眼心动之后无论如何都愿意坚持的决定。这样的恋爱观是不是谈得很宽心很舒坦呢？评论区说一说你的观点吧，关注丽欣姐，天天给你分享相亲小妙招，明天见哦。姑娘们放下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在我12年的红娘生涯里我经常都会看到那些还没有完全放下前任的姑娘们来相亲。其实呢，真的你是徒劳的，你以为可以用相亲这种方式快速的找到一个男朋友，然后呢就可以呢去麻痹自己，忘记你的前任。但是这是一种于人于己都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吗？我在这里给你几点建议第一，先不要来相亲，不要找对象，你好好的先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调整好你的心态。第二点呢，摸着自己的良心对自己说一说，我已经尽力了，我没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了，我也没有对你权衡利弊，我该放下的自尊我曾经也放下了，该做的妥协我也做了，遗憾的那个人不应该是我的。第三，我现在不得不放下你了，不是因为我不在乎，而是因为你不在乎。我曾经带着100%的勇气和诚意奔向你，可是你却在权衡利弊。我也清楚的知道，当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不可能再和好如初，所以我必须断得干干净净的，我才能更加的快乐。无论你在我心里下过多大的雪，我都要收拾好心情了，要奔向未来的春天。这样的你才能完好的交给自己的未来对吗？来关注我每天分享更多小妙招，明天见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北京男生真的是不追女生的。现在的男生基本上他们不追，咱俩合适吗？觉得合适就谈一谈，觉得不合适呢，咱就赶紧的换了下一个吧。但是很多的女生真不是这样想的，她们一直还是等着男人来追自己的，基本上已经没有男人追了。那些追他们的男生呢，他们基本上看不上的，是不是这样子今天我来聊一个非常扎心的话题，为什么有钱的女孩在北京上海找对象非常难？有钱它是分两种的，一种呢是家里有钱，一种呢是自己有钱。那今天我先说一下家里有钱的女孩，北京上海为什么很难找对象呢？因为这种女孩她在北京上海实在是太多了，全国呢有很多有钱家庭的女孩都在往北京上海跑，小到一个村长，一个国企的小领导，一个处级干部，做生意有一定规模的小老板，大到级别很高的官员，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股东，做服装批发等等等等但凡手里有几个钱的，咱们且不说有几个亿就说有3-5千万这样的家庭的女孩，有一半以上都在北京上海。因为当地是满足不了他们见世面的这种梦想的，但是北京上海是可以的。而且这种家庭的父母呢，也不指望自己的女儿能挣多少钱，做他们想做的事就行，开心就好。而和他们一样的男孩都在老家呢，不管是搞房地产开发的，还是开矿的，还是做机械加工的，反正儿子呢都是在家里守夜的。而女孩呢，只需要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爱与自由，所以他们都来了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最终的结果就是父母有钱的女儿都在北京上海，而男孩呢都在老家。那全国各地有钱的女儿都往北京上海涌，他们又想找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结果供需就严重失衡了。你们说
他们能好找对象吗？找对象一定要找爸爸当家的啊，不管他们家是男孩还是女孩，如果这个妈妈当家的话，他们家这个儿子啊，一定会有一点软弱敏感。女儿的话呢，就一定比较强势，脾气大，而且呢，家族观念还比较差，亲戚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不会很好。就这样的孩子哈，他的格局也不会太大的。很多的人啊，可能会觉得我说的有点夸张了啊，挑起男女对立，真的不是啊，你试一试就知道了。我最近听说了一对夫妻哈，简直刷新我们的三观呐。他们的父母啊，为了把这个价值800万的房子过户给他的儿子啊，简直是刷新认知了。首先他父母先离婚，房子呢给了这个父亲，母亲呢净身出户，然后呢儿子跟儿媳妇呢也离婚，儿媳妇再嫁给这个父亲，也就是说呢她嫁给他公公，这样呢房产证上就顺顺利利有了他儿媳妇的名字。接下来呢公公再跟儿媳妇离婚，儿媳妇呢再和儿子复婚，然后呢父母再复婚，直到最后这个房产证上终于有了儿子的名字。这样一番神操作，总共花费才300块钱，却省下了50万的费用啊！我是北京红娘丽心姐啊，促成了上百对姻缘，这样的事情我还头一回听说呢。关键是对于这件事情啊，你怎么看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大家觉得这样的问题哈，到底能不能答应呢？有一个家长嘛，他的儿子快结婚了，亲家那边呢就一个女儿，人家呢不要车不要房不要彩礼，还给陪嫁哈一套房子20万现金，但是唯一就有一个要求，如果生了2胎，孩子能不能跟着他们家姓？大家说他能不能答应呢？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遇到这种事情你生不生气啊？3个月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一个亲戚的孩子想让我呢给介绍个对象，说要是成了哈给我发个大红包什么的。我倒是不缺他这个红包，但是呢这种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关系嘛，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呢我就帮他张罗了哈，连续给他介绍了3、4个。后来有个女孩呢就跟他谈上了嘛，两个人谈恋爱那阵子啊还闹了一些矛盾什么的，还找我哈咨询，所以我也帮他们解决了问题啊，还和好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前几天呢，我这个朋友啊突然就跑来跟我报喜，他说这2个孩子已经见完家长了哈，打算呢8月份就领证。我还挺高兴的，我就说那我给这个男孩发个信息嘛，恭喜他一下。没有想到哈，我的信息发过去之后啊，对方显示朋友验证，也就是说呢，他把我这个媒人给拉黑了。你们说气不气人哈？我做了好事我不收钱我不说哈，人家还防着我哈，怕我跟他要大红包呢。这还有天理吗？我就想问一问，我干了件人事，他这干的是人事吗？最近真的要被他们憋出病来了啊！我现在觉得呀，那种想白嫖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有3种人哈，你不要来找我找对象，你也不要加我的私信，好吧？我觉得真的很浪费大家的时间。第一种，连真实信息你都不想提供的，你很怕泄露自己的信息，那你就不要在网上找了啊！我劝你，我呢也要对得起那些认真给我提供过信息的粉丝，我不可能给他们介绍一个连信息都没有的人吧。所以咱们诚信换诚信好不好？没有信任就别往一块凑了。第二种呢，就是那种一毛不想拔的。你如果觉得1对1私人定制价格高了一点，我能理解。那你说你想参加活动，就100-200块钱，你还要考虑考虑。那我这里也没有太多什么免费的活动的，没有为别人的劳动有付出意识的人，你也不值得我为你去付出啊。第3种哈，画大饼的，这种人真的是特别的多。我做红娘都10几年了，真正收到过谢媒的红包可以说屈指可数。你说哎呀给我介绍一个吧，要是真成了我给你发个大红包行吗？而现实呢，说这种话的人哈特别特别多，真正的成了之后啊，能兑现承诺的人却寥寥无几。我真的不是没有被这种大饼砸过哦，说这种话你真的省省吧，咱都攒攒力气干好自己的活儿行吗？别浪费彼此的时间啊。你绝对想象不到哈，今天我们的相亲群呢，聊天记录彻底的炸锅了。有一个姑娘她在群里边疯狂的分享哈，她被一个男士坑经历，搞得我第一时间也懵了嘛。这个男的骗钱了还是骗人了呀？赶紧的哈去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事儿。原来呢是这样的，月初的时候有一个33岁的男士加了他的微信，职业呢是北京做生意的啊，人家1年也能赚个100-200万。这个姑娘呢是30岁，在北京某个国企做行政，颜值呢还可以7-8分哈。姑娘觉得男士条件不错，上周呢约了1次见面，两个人呢都觉得挺投缘的。接着几天又约了第2次见面。这不刚过完女神节嘛，这个姑娘呢有个闺蜜就在朋友圈晒了一个金镯子，
就感谢是男友给她送的。于是这个姑娘呢就动心了嘛，她就把截图发给那个男士，说自己也想要一个结果呢男士看完就愣了2个多小时才回她，说现在买有点贵，要不咱等到5一之后再买吧。这句话一说出来，姑娘就不乐意了，她觉得男士是不重视自己。男士呢就直言不讳嘛，说咱俩才见了2、3次你就提出这种要求，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姑娘解释说只是想要个安全感，这个金镯子呢能证明你对我好。可是人家男士不愿意觉得这是虚荣和拜金，说那算了吧，咱俩不合适。结果姑娘一听就急了嘛，这么优质的男人不能放跑了。她马上就示弱了说我自己也是有能力买的，我不缺钱，我只是想看看你的态度而已。男士一听呢就顿悟了当场就安慰这姑娘说，那晚上我就带你去买吧。昨天下班他们2个人就直奔周生生。姑娘呢就左挑右选的看中了一个36克的金镯子，总共2万多块钱。男士就很爽快的给她结了账，把小票呢递给姑娘看了，那你看我已经买完了这下我的态度显示出来了吧。姑娘刚想要接过金镯子，没想到男士突然把手一抽，说你不是试探我会不会买吗？我现在已经买了，但是这个镯子呢不能给你，我要在母亲节的时候送我妈。你们说说现在的男女相亲都这样了，咋整？